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美中的一些外交，感觉上面又要重启了哟。现在大陆跟这个美国又有一个新的协议，就是说，这个大熊猫又要再去到美国啦。我们看看这个毛宁提到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受世界各国喜爱。现在中国已经跟美国的圣地亚哥动物园签署了协议，那协议的核心就是又有新一轮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又有新的熊猫要去到美国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大陆它其实每次派熊猫都是一种魅力外交，人家也解读这个说，看起来这个路透社说的，标志着中美两大国之间外交关系的一些改善。但是呢，前2天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布林肯在面对到这公众场合这样子一个访谈的时候，他有提到说，这个盟友们如果不上餐桌就上菜单那现在环时也回应了这件事情，他说这是赤裸裸的这个刀俎鱼肉的一个论述其他国家不站在中美之间选边的话，就会上菜单，这实在是太赤裸裸的零和博弈跟霸权至上的思维。这个布林肯是失言又失态所以中国对于这样的一个讲法也是不以为然。换句话说，感觉上一方面有熊猫和缓了一些做法，但是布林肯这样子赤裸裸的一种语言，恐怕这个中国大陆还是听不太下去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辉达的市值现在飙升到2000亿美元。黄仁勋就讲了，这个接下来他们会推出一个最新版本的晶片来交给中国大陆的客户力抗这个美国晶片出口的限制。等于说，在它的这个重重限制之下，又适度了削减部分的运算性能，然后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管制前提，然后来卖给中国大陆。他也提到他说现在 AI 人工智慧的发展已经到了临界点NVIDIA 的营收暴冲到265%，全球对于 AI 的需求都在激增而且他认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呢？竟然是华为这是他在文件当中首次认定华为是他 AI 晶片的最大对手。路透社就报道了，现在辉达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当中，已经把华为认定为接下来 AI 人工晶片多个类别的最大竞争对手。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 AI 晶片上面的这个实力已经足以撼动这个 AI 巨头这个辉达，让他们产生说，感觉已经看到了竞争对手就是他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美国不是前一阵子一直我们都有台湾一些媒体或是外媒在讲说，哇，美国现在有5艘航母要威慑中国，转眼剩下1艘，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西方媒体3天前才大肆渲染说，哇，齐聚西太平洋向中国大陆示威相当于现在现役11艘就一半在这边那结果转眼过了没几天，现在只剩下罗斯福号。根据这个卫星影像，罗斯福号正在菲律宾这边，那也是目前在西太平洋唯一的一艘航母。因为卡尔文森号在2月19就驶离珍珠港返回美国，雷根号也还在日本的横须贺港维护，林肯号在2月16号已经重返到这个母港圣地亚哥。也就是说现在都走空啦，只剩下1艘，就像是之前他们讲的，要么是交接班，要么是擦身而过，但是他们就是在那个 moment 要讲说，哇，5艘齐聚在这边，有点标题党骗人的感觉。那我们看看现在拜登积极要竞选连任，但是呢，怎么又差一点又要摔倒了？我们来看看。又差一点要摔倒了，所以人家网络上面在那边讲说，你别为难他了吧，这个踉跄差点又跌倒了，所以网友在讲说，那是不是就像我们画面右边这样示意就以后这个空军1号加装升降梯，这才暖心嘛，这个为老人家多想一步嘛，不要让他每次都被媒体拍到这种踉跄的画面，这样子不好。好，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现在中美关系到底是好了吗？这个熊猫外交算是回温了吗？熊猫这个顶多只能说是公关外交啦。布林肯讲那个话事实上是有深意的啦。他说，你如果不在餐桌上，就准备进入菜单嘛，就被人家吃的意思。事实上，他就是要逼欧洲重要的盟邦要站队啦。因为最近这个冯德莱恩想要争取北约的秘书长嘛，
那有众多争议啊，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德国肖兹就反对啊，那我估计马克龙也不会赞成啊。那冯德莱恩又退而求其次，说执委会主席我可不可以再连任啊？那恐怕欧洲内部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啊。这么想当官。那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一面倒支持以色列，真的得罪很多人。那欧洲人认为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们跟美国不一样啊。所以我认为布林肯这个是有深意的啦，就是说你能没有北约吗？你俄罗斯眼看就要来打你了啊。或者是说中国的这个战略威胁越来越严重啊，离你家越来越近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冷战的论述了。就说你们没有选择啦，必须站队啦。那你可以看到他跟王毅，事实上他们两个是刀光剑影。王毅这一次的欧洲行也是非常针对性的。我讲白了，他去慕尼黑安全会议讲说中国是稳定的力量，他也在暗指美国是一个不稳定的力量啊。然后他去访问法国跟西班牙，对，刚好这两国都是欧洲比较有独立自主性的国家，所以事实上就是在较劲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布林肯这个是随便讲讲，不是的，他就是要搞新冷战那只是说他会成功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啊，因为接下来就要见真章了啦。比如说北约秘书长是谁？那目前看起来最可能的是荷兰首相吕特啊，那或者是也有人说另外一位了，说那个北约高峰会主席那个米歇尔要不要下来选？那如果是那一位，那是比利时的首相，所以两位都是小国嘛，那小国就比较不会卷入冲突这样啊。我认为很可能欧洲会走向这样的路了，就是说让吕特兰跟米歇尔来做这种位置了，比如说。冯德莱恩你就离开吧，你不要做了啊！严重怀疑你是美国的卧底啊！那让米歇尔来接执委会主席啦，然后北约秘书长让荷兰来接啊！这个我认为可能是法国跟德国希望的布局啦啊！现在真的有点在角力了，所以布林肯事实上这有弦外之音啊！说实在啦，是针对他欧洲的盟国。他大概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人家日本、韩国多站队啊，多听话，多听话呀，对不对？日本、韩国这个队伍站得很准确啊，那你们欧洲人怎么离心离德啦啊？那美国最近也在吓欧洲人啊，说，俄罗斯阿法迪夫卡打完了，接下来就要打你们欧洲啦，所以大家要团结啊，也有这个味道了。好，来问介老师。对，我接着这个议题，就是美国人的文化沟通方式是跟中国人很不一样。美国是直接，然后不含混，对，不含混，他讲的都要讲得很明。那你会觉得这个讲话，这个讲的会不会太明了？其实他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这样讲，下面坐的大部分都是欧洲人对啊，他在恐吓欧洲人就警告这里面没有模糊空间，你要不然你只站队，要不然站美国，要不然你就去站中国大陆，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很清楚了。那其实是警告欧洲人，你们不要往中国大陆靠，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很明确表态。其实有人一直觉得外交好像是一门艺术啊，好像是怎么样，这个大家都拿着这个红酒杯啊，每次都是好像很和乐。其实外交是另外一场战争。美国人在搞外交的时候他都直接跟你讲，比如说。美国打这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你知道没有出兵和出钱最多的是谁？日本。最后结账，伊拉克战争出最多钱日本。日本人是心甘情愿的。我跟你讲，美国人直接就去跟日本讲说，这个你出钱，你不出钱就不行，而且他会告诉你一个数目。我们跟美国人接触，有一次你去看有一些我们外交部前辈写的这个回忆录，你看。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贝克，当时美国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他叫他的所有盟邦怎么样，准备把你的币值升值，因为他发觉你的竞争力太强了，你把他市场都抢了，他要治你的方法怎么讲？那你的这个货币升值，当时日元对美金就噼里啪啦升，我们台币也同样情况。美国人派他的大员来到台北。就直接告诉你升值，没有别的选择，你就准备升值吧。对，而且以前我们对美元，新台币对美元一直长期是多少？1:40
那一次美国下个命令以后就变成从来没有掉到1:30了以上，再继续了，大概就1:26到1:30之间了。美国人给你下的命令啊，所以美国做老大，事实上老大是什么？就是你们都得听我的，而且他没有暗示的，也没有跟你客气的，也没有说讲话委婉的，就是直接大白话，直接就告诉你，不修辞的。对，你要不然你基本上你要上餐桌，你就要上餐桌跟我一起来吃，要不然你就在菜单上就是被人家吃的。我美国就要把你吃掉，你要跟我坐在这边一起来吃这桌菜，就很简单。美国人讲话就是这么直接，所以这个就是霸权。那中国这个文化不一样，我们中国文化是讲究含蓄，讲究留有余地。所以你看中国大陆处处它这个都有余地，可是呢有没有出招也是在出招，它是用另外一种间接的方式。那我觉得欧洲现在面临一个为什么这个布林肯也去这样子下重手。然后王毅也正想，因为欧洲现在面临十字路口，对，他们真的很彷徨，他们这些国家夹在这个最主要在美国的裹挟之下，他们现在发觉2年下来，他们日子很难过，那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出手，那美国在护盘，所以布林肯讲说，要么是当这个菜单嘛，要么就上餐桌嘛。然后拉夫罗夫就回他说，美国吃那么多，小心噎到。俄罗斯现在酸得很有底气啊。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布林肯这一次是在慕尼黑他的语谈者，一个一直是强烈的追随美国，那么反中抗中仇中的这个美国的纳粹一个高阶军官的后代就是现在的德国的外交部部长，他的祖父就是纳粹的一个贝尔伯克，对，贝尔伯克一个高阶的军官，禁卫军所以是很纳粹的是战犯级的这样的人。那他的后代现在是当为美国的这个德国的外交部部长，另外一个也就是对于中国大陆很不友善的印度的外交部部长，就这2位，所以3个国家都是反中的外交部部长，然后再谈这个话题。什么话题呢？因为主持人就抛出了中美竞争的问题。主持人就说：“哎，那你中美竞争都在拉阵营，那你怎么看？”布林肯就针对于他的提问就回答了，先讲的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说，当前的国际体系，其实我们用白话讲，就是国际的丛林法则，那个弱肉强食。那也就是说，我有本事我就上餐桌，你没本事你就被我吃。然后他又说，如果你们愿意追随我，你就可以上餐桌；你如果不愿意追随我，你就被我吃。这就是有语带恐吓、威胁、勒索在内了。所以他不只是对欧洲人威胁勒索，他也对于其他的国家人威胁勒索。那对其他人的威胁就是说，你不选我美国，你选中国，你就死定。其实讲这话就这么白。但是呢，他的语言把它巧妙的变化，他是这么变化的。他说：“我们没有要你在中国跟美国之间选一边，但是呢，我现在我的做法是，我提供给你一个更好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你没有办法拒绝的。你如果拒绝了，你就是非自愿性的；你如果接受了，你就是自愿的拒绝，自愿的加入。你如果拒绝了，我就是修理你，我就制裁你，我就是整你。”其实这句话就为什么会有这一段话呢？因为他的这段话引用的是《教父》里面，当时一般来讲是影射有一位这个教父的本身的圣子他的孩子跟他的教父说，他现在很多的演出机会没有了，那就是因为有一个制作人在搞鬼。那个教父就说，那我就帮你处理，我们会提供给他一个他没有办法拒绝的非常好的条件。那个人拒绝了。当天晚上，他的床上就有一只他最心爱的马的马头在里面了。他最心爱的一匹马的马头被砍下来，放在他的床上睡觉的床上，所以他第2天他就屈服了。确有其人哦，确有其人哦，对，确有其事。对，那其实布林肯引用的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说你不接受我的，我就把你干掉。其实这句话就非常赤裸裸了。但问题就在于中国到底有没有吓到？没有。你看这次大陆不去出席这个集团体，而王毅，大陆不是不出席了，王毅不出席，他派副外长去，而王毅在北京却主持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重要的谈话。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明天就是俄乌战争的2周年哦，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俄罗斯好像更加的笃定，乌克兰更加的不确定了。所以拜登是不是也急了哟？竟然脱口来骂普丁，说疯狂的王插蛋，竟然骂到那么凶哦。那克宫也很生气，说这个是在贬低啊。他说普京是一个疯狂的王插蛋，所以我们无法停止担心会不会有核冲突。在募款参会上面竟然爆出这样的粗口。克宫讲说拜登此举贬低了美国本身与使用这个词汇的人，拜登拙劣的想要像个好莱坞的电影牛仔哦，所以常常这个美国跟俄罗斯之间彼此酸来酸去。那连普京送金正恩国产豪华轿车，国务院也要酸说，哎呦，都不知道俄罗斯有豪车呢，这样子开酸哦。米勒也这么酸啊，他说我都不知道俄罗斯有豪车这种东西哦。他说希望金正恩有延长保固呢，我不确定哦。如果我要买豪车的话，我不会考虑俄国货，大概是这个意思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拜登现在会晤纳瓦尼的遗孀，也预告说要打击俄罗斯制裁超过500项，制裁之前就已经都失败了嘛，那现在继续制裁，不知道还有多少的效用哦。看起来现在普京，觉得好像一切在2年之后，在这场俄乌战，感觉好像是不是更加的笃定了呢？前线告捷也让他好像走路都有风哦，还暗地除掉了很多这个反对者跟背叛者哦。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普京在这个前线打出战果之后，频频公开露面，因为3月份好像俄罗斯就要再进行这个投票选举了嘛，所以现在看起来他已经好像胜券在握，还亲自驾了图 160M 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哦，飞行了30分钟，感觉上面好像是要提醒西方忌惮一下俄罗斯的核力量。那再来，我们看到德国的媒体也要在这时候做一些文章吗？他说，中国大陆成了俄乌战争的最大赢家哦，西方企业陆续撤出俄罗斯之后，留下巨大的市场空缺，正在被中国人所填补。其实我们听起来蛮奇怪的，因为第一时间他们讲说这个俄罗斯的市场就是什么经济很惨啊，多烂多烂啊，我们那时候看到报道都是这样子哦，那也没有说这个市场巨大的市场好像值得去填补那种感受。现在反过来啦，他们发现不是哦，好像这个状况跟他们当时讲的不同，又要开酸。那我们看这个阿夫迪夫卡失守，感觉上面美国前防长讲说这是一个警讯，代表俄罗斯已经打破了俄乌战的僵局。那现在只剩下10%的欧洲人相信乌克兰会获胜哦，因为看起来乌克兰从一开始信誓旦旦的讲说会获得胜利哦，那时候在去年年初的时候，泽伦斯基有这样子喊话。而且还几度说要反攻嘛，但是后来这个2024年初看起来他这个反攻已经是失败了。这即将2周年，美国的媒体讲说，因为看起来这个战场的局势已经向俄罗斯倾斜，基辅的情绪是比较低落的，加上他们缺乏弹药跟人力的问题日益严重，所以俄罗斯之前不久是他们有宣布说他们已经完全控制这个军事堡垒阿夫迪夫卡，所以现在乌克兰的高层内斗引发了一些担忧，基辅的情绪也显得更加的低落。那是不是有可能还会再向西推进呢？俄罗斯说他们又拿下了乌东一个小村庄已经控制了这个包含乌东顿内茨克以西大概5公里的小村庄，这个波贝达。但是乌克兰是反驳啦，就说没有，我们现在还正在阻挡俄罗斯这些敌军所以还在那边僵持着。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俄乌何时到头呢？现在战争2周年西方也就是这些欧洲国家可能首当其冲面临到艰难抉择的十字路口，应该是要继续加倍援助乌克兰来接受或者是要来接受这个妥协的协议，承认失败，面对这个俄罗斯的羞辱吗？这个是
这个法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哦，所以看起来欧洲的确现在面临到一个关卡跟抉择。那现在德国的经济也是统整了一下，损失200亿欧元哦，因为他们的能源成本大幅的上升，天然气也好，或者是这个北溪被剪断的这个原因，2000亿欧元嘛，所以它这个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整体来说，这搞不好是低估，他们总成本可能会比起这个2000亿欧元的数字来的高更多，远远超过。对，那我们看这米尔斯海默，当时在俄乌战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曾经放过他。当时在这个俄乌战很久之前，他就有预测哦，就是有讲一番话，就说北极熊你去戳他眼睛，他怎么可能不反击？他那时候那一番话我们也拿出来播放过。他现在又在讲，他说现在很明显哦，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是完全失败了，制裁的措施呢被认为是对抗俄罗斯的制胜武器，但是现在俄罗斯的经济运作很良好哦，所以看起来并没有制裁成功。那美国媒体也在讲说，这其实不光是俄罗斯经济好，美国也是发大财啊！因为美国借着俄乌冲突之后呢，他们的国防跟航天领域的工业产值比起俄乌战以来增加了17%。美国官员也提到了，就是有这个950亿美元追加的国防预算案当中，有607亿是被指定用于乌克兰，而这607亿当中又有64%实际上是可以回流到美国自己的国防工业，也就是那些军工复合体啊。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即将2周年的俄乌战？这个俄乌战争因为阿夫迪夫卡刚打完嘛，那我觉得2月24号就是满2周年嘛那普京应该会在3月确定连任之后，才会有比较新的大的攻势。不过阿夫迪夫卡这个作为顿涅茨克最大的堡垒城市被打下来我认为欧洲基本上已经认为没有机会挽回了啦，而且他这个阿夫迪夫卡的撤军刚好发生在2月17号，就是慕尼黑安全会议举行的期间所以你不觉得欧洲人心有点乱吗？对，就看不到焦点这样事实上，这个 DW 说中国是俄乌战争最大赢家，如果从纯经济来讲美国是最大赢家啦。可是你如果说纯战略来讲，那中国是最大赢家啦，因为你把俄罗斯打到跟中国背靠背那因为那个美欧、日本、韩国都不能够跟俄罗斯做一些生意嘛，那当然就是中国填补这还用说吗？最明显就是华为嘛，还有手机嘛，还有汽车，这是最明显的可是美国事实上是得到最大的经济利益这个不是军火啦，实际上最主要的是欧洲的钱大量流到美国，这个钱如果包括投资的资金跟投资实体经济的，可能超过2兆美元。所以美国去年的经济大好比预期还要好。俄乌战争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美国的股市实际上欧洲的钱一定跑到美国嘛，这还用说吗？然后最近《华尔街日报》它突然变得诚实。老实数啦，你知道吧？《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好大的文章说俄乌战争最大的获利者就是美国，然后他还列出很多统计数字，比如说德国对外的投资，第1名就是美国，第2名是中国，他就这非常明显的获利嘛？为什么？因为德国的能源成本暴增，那使得它的制造业的全球经济力变弱嘛？对，这还用说吗？所以最惨的当然就是乌克兰那第2倒霉的就是欧洲啦，尤其是德国啦。所以德国现在搞到政党体系乱七八糟现在没有一个党，我刚刚看最新德国政党的民调，基民党31第2名竟然是极右翼极右翼19%，没错，结果社会民主党只有14%你想一想，这搞成什么样的德国政治好，接着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整个很有趣我们如果顺着布林肯的话讲，整个俄乌战争到最后谁是餐桌者，谁是餐桌上的那些菜单那很明显的乌克兰就是餐桌上菜单了嘛。您看它的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且是最肥沃的，工业能力最强的，现在是掌控在俄罗斯手中，而俄罗斯到目前为止越打越顺手了所以它的突破口已经出现了。
那很有可能它会占领越来越多的土地，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二个，乌克兰欠欧洲跟美国的债欠的实在是太多了，可能要好几代都要还，而且都不见得还得完啊。所以乌克兰是第一个菜单已经被宰得一塌糊涂。第二个就是整个欧洲，欧洲你看，因为它没有能源，它没有天然气，没有石油，所以当整个世界的能源、天然气上涨的时候，你看这个欧洲是苦主，最大的苦主。那天然气、能源上涨带动的就是物价的成本高，所以欧洲本身经济发展不上去，然后能源成本高，物价上涨，然后失业率也严重，然后还要再去贡献负担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然后由于战争就在欧洲，所以世界各国都不太敢去欧洲投资。欧洲的经济真的是一筹莫展，追随美国的下场的第二个国家就是欧盟，那他们的结果就是也是餐桌上的菜单。那其实英国也是如此，也是餐桌上的菜单。好，那我们就问说，那谁是餐桌上的人？那第一个当然就是美国嘛，美国是餐桌上的人，刚刚已经讲国防工业赚翻了，可是美国是石油天然气的生产大国啊，它也赚翻了，所以对美国人来讲的话，那他在整个还有些补偿，对，在整个俄乌的战争中，他赚的最多嘛，这第一个。那第二个谁赚呢？俄罗斯赚了。你看能源石油涨成这个样子的话，对俄罗斯来讲，虽然被制裁、被赶出 SWIFT， 但是呢，它很快的就恢复正常了。而它土地面积那么占的越来越大，现在普丁走路都有风了。好，那俄罗斯也是餐桌上的人啊，中国大陆当然也是餐桌上的人嘛。那印度也是啊，印度就利用这个机会拼命向俄罗斯用低价的方式来买石油跟天然气。其实中国大陆也是用低价的方法跟俄罗斯买了很多石油天然气，但是中国大陆是自己需要啊，印度不是，印度是倒卖，用低价的方式从俄罗斯买的石油天然气再倒卖到欧洲去。你看这个实在是很会做生意，这种生意真是太会做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追随美国的乌克兰、欧盟就成为菜单上。其实还有一个苦主在远东，那就叫做什么？那叫日本。你看日本也因为它没有石油天然气嘛，所以日本也是苦主之一。另外一个小苦主是谁呢？韩国。韩国也在追随这个美国。你看韩国现在被制裁，被俄罗斯制裁，而朝鲜对它的威胁越来越大。跟着美国走的大部分都是菜单啦，绝对不是餐桌上的人。好，来问一下谢老师。如果看2023年的这个俄乌战争事实上乌克兰连办2场都是重要战略据点被攻陷。第一个就是在5月的巴赫穆特，事实上巴赫穆特当时被这个乌军完全的占领，当然后来这个被俄军完全占领那后来乌军虽然有反攻可是呢，基本上巴赫穆特是整个大致上还是就是说俄军在控制，所以巴赫穆特是乌军在去年年中左右失去的一个重要据点。那么今年一开年没多久呢，就是说阿夫迪夫卡失守，而且是全部撤出。那么所以就是说，你说俄乌战争我们这1年来看的话，那当然是乌军不利啦。那当然整个西方挫折感很重。乌克兰反正就是现在我认为乌克兰这个国家就跟他们的领导人就讲说，他每次到西方国家他一定讲一句话，我们是在帮你打仗我败了就是你们败了，我败了你下一个就是你们倒霉，我现在帮你们打仗，所以你们拿钱拿弹药给我是天经地义的。那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你是替西方国家打仗，你为什么不是替你自己国家人民打仗呢？对啊，这个打仗说实话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吧。乌克兰现在1000万人跑到出去做难民。你知道最近有一个香港的一个媒体，他们派记者进乌克兰，是从波兰坐火车进去。他说到了波兰跟乌克兰边界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很奇怪的景象。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我们看到现在因为这个今夏目前的这个危机所以看起来两岸越走越僵。在微博上头有看到很多人在
分享，或者是在讲说，哇，比方像这个金门特区啊，他看到旁边已经围满了，包含了甚至有些是渔船，有些是这个军舰哦，有些是这个海警船或者是海监船，感觉上面这个围着金门的外头很热闹啊。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现在还有一些分享，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海警呢，现在已经在下金海域展开执法行动了。比方说像这样子，沿着边边哦，他就这样子特别开进我们所谓的这个禁制限制区哦，然后他们就这样开进来，溜达一下又出去哦。还有很多的这种，比方说来自福建啊，或者是海警2202舰跟这个2203舰陆续抵达了这个下金海域，就这样子啊，很多很多，是不是都在备战了？都在陆续的从其他地方往这个厦门地方正在集结当中，所以看起来的确这个态势还在持续的升温哦。那我们看一下管碧玲的 po 文，也改口了吗？他才在前一天呢讲说，这个摧毁海巡的士气到底符合谁的利益啊？又开始要操弄这种认知作战哦。那后来赶快删文改口，他就说我删除先前的贴文，决定再忍耐。好像很委屈哦。他说，但是呢，三无船越界捕鱼，执法立场是不能改变。追逐中不幸事件有没有执法过当，司法会论断。这时候他还在强调这个司法论断，但现在其实很多人讲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国安问题了，已经不是你一直要讲说啊什么侦查不公开啊，什么司法会论断。更何况，如果真的是有执法过当的话，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你还要讲成这个样子，要操弄一种好像民粹，或者是一种要大家用这种意识形态来作为一个是非的决断吗？那我们看，其实也让大家觉得很疑惑，我们在质疑执法失当，不等于就是我们就挺三无船啊，但是他现在就是讲说，你任何来质疑海巡的人，质疑海巡执法的人，你就等于中共同路人了，又开始要贴这样子的一个红标签，抹红一些在质疑这种有没有过当这件事情的人，不可以质疑，不容许质疑吗？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就对比一下桃园这边其实有警方执法过当，导致少年全身受伤哦。郑江村就说要警方公布侦查影带，但是警方就说，当时没有录影哦。他说，难道我们现在台湾已经变 KK 园区了吗？这样子你严刑逼供，不等于挺少年违法，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对少年这样子打得全身是伤，这样子过度的执法呀。所以现在只是在讲说你这个过不过度，适不适当，对不对的问题，而不是在那边好像我们一质疑，马上一个标签就贴过来了。那我们看，连沈伯洋都讲了一番话哦。沈伯洋是不是也看不下去管碧玲的做法让大家觉得难得这是良心吗？还是这是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政治盘算吗？他说应该要所有的东西都透明公开，除了相关的配置建制要公开资讯，民众也要有知的权利啊。只有一句叫做认知作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感觉上面好像也在质疑管碧玲不透明不公开但是也有人在讲说，是不是沈伯洋因为是赖清德提名的，开始要让这个管碧玲担下所有罪，不要烧到赖清德身上，所以赖清德派的这种立委已经开始出来切割了吗？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台湾已经快要变成美国的火药库了。盖拉格来这个台湾这个访台，那他说中国大陆如果做出侵略台湾的决定一定会失败。在赖清德就任总统之后，那美国也会一直跟台湾站在一起，希望合作捍卫自由跟民主。而且他提到了一件事情感觉上面这边讲的是一个这个我们是站在一块的，但是骨子里盘算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变成兵工厂了。他说接下来会有155公里的榴弹炮，考虑要在台湾这边来制造生产。那陈建仁还说乐观看待进一步的合作。现在看起来，我们看新闻眼的分析美方现在操作低调，由美国的国务院宣布对台军售的讯息，其实是拜登政府这个绵里藏针的铺排，凸显说这一趟访问不只有国会议员关切台湾的热情还隐含着美国政府的立场。那现在连美国他们的无人僚机的首次的订单量产合约也会变成台海兵推的一个常客吗？根据央视公布出来歼20战斗机
战机所带领的3架无人僚机进行训练飞行的这种数位模拟画面。然后呢，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也举行了台海兵推，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把无人机纳入参数未来无人僚机也可能会变成台海兵推的一个常客了。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现在这个管碧玲，要抹红任何质疑他做不对的人吗？不，所以他泼文山了。我觉得民进党已经逐渐在定调了啦，就是到时候要下台的可能到署长为止啦。那海洋委员会主委管碧玲大概会没事这样，这样子，所以就叫他要低调。因为国台办昨天已经贴出最后的立场了嘛，就是说要求公布真相，然后就办那个相关的有责任的人嘛，那这个事情。管碧玲如果再继续在政治上斗嘴会斗到最后连自己都被烧到，所以他现在就不讲话了。那接下来就是海巡署去就执行层面来就责了那因为事实上徐小新他们今天开记者会，已经有第一个内部吹哨人跳出来了嘛。对。那我相信有第一个吹哨者，就会有第二个了。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党团应该会陆续得到一些内部的资讯，可是这个部分都是属于海巡署内部的，这个管碧玲只要不要讲太多得罪人的话啦，或者引起更大的 trouble 的话，他大概可以没事这样。以目前的状况，因为这个东西的级别就是一艘船的执法的问题嘛，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大概已经定调了，就是大概最高到署长。可是他一定会做处理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压力也来了，要求，因为中国大陆的要求也合理啊，要求公布真相，那他们就会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国民党团那边也可以得到一些资讯嘛，所以你就不敢再做过多的隐匿了，所以逐渐的你就会看到这个真相浮上台面了，因为目前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啊，比如说今天国民党党团公布的资讯，你大概知道是。这个后船撞到前船，那依照交通事故，当然是后船有责任啊。就这个是就船只碰撞的部分因为海巡署至今尚未公布船只碰撞的照片那人家现在进一步质疑的是，海巡署你有没有撞到人啊？人有没有被撞伤啊？以至于失能导致瞬间溺毙，那这个要验尸才知道，对不对？可是这个层级的部分属于真相调查的部分，管碧玲可以不要惹，因为他惹会一定烧到他了，他就让署长去背那我觉得目前大概是这样的发展态势那真相逐渐明朗，那接下来就来就办嘛，比如说你海巡的船出任务，怎么可以密录器都没带？那只有手持的录影机，这个符合作业规范吗？这个不用究责吗？那也许他们会究责就记过等等我觉得他现在不敢究责因为究责搞不好激发当天的海巡执法人员出来爆料，更多吹哨，那就更多内幕会被爆出来可是我的意思说，他们现在大概就回归到行政程序上的究责，而就是大概提醒管碧玲不要再讲了，你不要把它扯成政治事件。也就是说，民进党也知道苗头不对了，现在开始不，因为行政层面，你说海巡署都没有错，这个凹不过去了，这个凹不过去了，因为连那个所谓的多次碰撞，你管碧玲在第一时间你没有公开说明嘛？你说你告诉保险公司呢，那不叫公开对，你只要没有对公众做公开的说明，就是隐匿。这个就是隐匿的法律定义，你跟保险公司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保险公司有责任保密你怎么可以对保险人的东西对外讲呢？所以这个不构成公开说明，就是隐匿所以承建人呢不懂法律的也不要在那边瞎帮我觉得他们现在大概就是说，一切都有回归到行政程序该走的，那行政调查就让他走吧，那有人要去跟国民党爆料，那就让他爆料吧因为这种事件不太可能扯到管碧玲我说就行政作业上那反正管碧玲就不要乱讲话就好了。
那你也可以看到都没有人在讲话。至少我跟你讲，连金门检察官2月20号发了那个新闻稿，然后出来开记者会，隔天也立刻消音。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件事已经被压制，就是变成，就它就是一个行政管理的事件。那行政管理肯定有错了，那就就责嘛。那因为连那个陈国恩啊，前海巡署署长，人家都查到他2019年在国会被询，他说每个人都有密录器啊，怎么可能没有呢？对，所以你没有带密录器，肯定有问题嘛。那密录器藏到哪里？金厦海域是查询的这个第一线，它的设备应该是最多的啊，那怎么反而没有呢？所以我认为现在目前的发展的状态，我觉得就是政治低调，那行政追究大概是这样。对，其实行政追究，如果第一时间你就好好出来行政追究，也不至于今天闹成这个样子嘛。而是你管碧玲第一时间就要把它操作成说，也不知道他怎么翻的呀，也没碰撞啊，你自己蛇形翻掉的就是管碧玲一直这样子出来讲这些话，煽风点火，导致现在两岸才闹这样不可开交。所以我还是认为他应该要下台。我们来问一下谢老师。其实整个事件我对海巡署的这个同仁我是有信心的。这些很多荒腔走板的事我觉得背后有原因，不是这些海巡署没有这么纪律废弛那公务人员他这个职务他都要做一辈子他不会不按标准作业的而且他们知道这后面都有很多惩处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案子就是说非常非常有蹊跷。那为什么你只要驱离就好了？你难道一定要把那个人船都要抓捕吗？对，那这个作为好像是要把人船都要抓捕的感觉。对，你驱离你就把他离开你的这个水域就达成任务啦。那为什么要去抓捕？我昨天听说在民进党内部的LINE群组，他们强调这个就不是驱离，这个就是要扣船。他为什么要扣船？他增加扣船的执行比率。对啊，这个就是讲管碧玲上任之后的政策。那这个政策是不是有问题呢？那就是说，你这个是如果说硬是要这个我们一线同仁去做这个扣船的话，就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情通常的话，进入你的水域，如果不是很重大的这种立即明显的危害的话，就是驱离嘛。那如果上级一定要扣船的话，他就要出这种事情了。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现在说是没有闭路器，大家都不太相信，对不对？所以到目前为止，你有听到第一线的同仁出来讲话吗？通通没有，通通没有。事实上，他们被隔绝了，被谁隔绝？谁在抢麦克风？就是管碧玲啊。对，为什么呢？他要把一切事情掩盖，从政治的角度去做他的解释。所以呢，我认为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海巡署从基层到他们这个领导层这个专业的部分是没有问题的，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们。所以管碧玲说谁在摧毁海巡士气，就是管碧玲在摧毁海巡士气他今天一个人一手遮天，下面的人也不让你曝光，然后通通由他一个人出来讲，这什么意思？命令也是他下的，政策也是他做的。然后呢，出了事情他就叫大家都闭口，他一个人出来讲，现在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呢，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认为这个背后有政治因素在里面，也就是管碧玲不晓得执行什么样一个政治任务，在这个时间很敏感的时候，一定要去追捕一艘大陆的渔船，把人逮到，就这样子。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这倒是有可能一开始是要把政治事件闹大，对，结果美国出面了，那现在降为行政究责。降为行政就这样，所以你看，一开始有政治事件的，搞一个政治事件的这种可能性存在这里嘛，而且现在我越来越怀疑。所以你看，所以我们的基层的所有都在那个地方，都不敢动。你今天讲说都没有，大家都没有配备这个所谓的这个密录器，你问一下基层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海巡署的人员就知道了嘛，迟早有人会出来把这个事情戳穿的啦。所以今天的报纸上有一篇读者投书讲的题目叫什么？6无主委。什么叫6无？人家有3无船，我们台湾有个6无主委，这个6无主委就是管碧玲。对，哪6无呢？这是报纸上这个读者投书民间的反应他说无诚不诚信，无知无能无智无勇，
人民当然怎么样无望，这就是六无主委。所以其实管碧玲这样听起来问题蛮大，就像刚刚亮哥讲，他如果只是为了扣船要做自己的业绩，因为他一直标榜着这个抗中保台啊，当初他上任的时候，大家就很质疑他，你没有这样子海委会的专业，你凭什么来做这个位置？那时候都有仇庸之说嘛。那我觉得现在越来越清晰了，是不是他就是因为抗中保台，所以他来操作这样的一个政治事件？再加上今天也听到陈玉珍委员也讲，就是因为你抗中保台，其实我们密录器是够的，他就说都是大陆制的，所以通通不要用。导致了这样子我们明明有密录器，因为是这个 Made in China， 然后不用，那所以从头到尾，你说管碧玲你能够卸责吗？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真的没有用吗？我也不晓得，光华商场就有卖我们只知道说，就在这个时候这么巧的没有密录器，没有录影，然后录音也刚好在这段时间出了一点问题，我们只知道这一点。我们是很坚定的支持适当的执法，但是我们坚定的反对过度执法。对，我们很坚定的要支持公开透明，我们坚定的反对隐秘说谎。所以我觉得广大的台湾的民众都要追求真相。那当我们在追求真相，管碧玲说我们就是大陆的同路人，那你就是指控广大的台湾的民众都是大陆的同路人。我觉得你的指控你要负完全的责任哦，你要负你的政治责任，因为你跟整个台湾的人民为敌。我觉得这个人凭什么还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我支持你，他应该要下台。我觉得随便就把广大的台湾人说成是大陆的同路人，那我觉得你才有问题。现在不只是对于金门的海巡署，未来现在都是一个考验。其实对于大陆国台办跟大陆的福建省的海警局也都是一个考验。为什么？因为国台办已经正式的宣布说没有所谓的这个禁限制的水域。那请问，如果未来中国大陆的福建的金门的渔民成群结队的进入这个水域去执行去进行捕捞作业，我们的海巡怎么处理？这第一个。第二个，那大陆这边要劝他们不要进去，还是不要劝？如果大陆这边劝他们不要进去，马上就会被大陆公干，说你不是说没有禁限制水域吗？没有禁限制水域都是我们的水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进去捕捞？那因此，如果国台办或是省台办或是市台办劝当地的渔民说不要进去捕鱼，那它本身就会被大陆的民众批评，大陆的民众反对。那接着，那就是大陆的海警局的官员在这个地方，大陆的渔民进来了以后，我们的海巡署要不要处理？那如果要处理，那就大陆海警局他们一定要保护他们的渔民，那不是双方就对峙起来了，那冲突就准备要升高。我觉得现在是考验的双方之间哦，但是问题就在于已经说没有禁限制水域了，所以大陆的渔民已经可以自由的在这个地方进行捕捞作业。在这个时候，对于台湾你如何处理，大陆如何处理？坦白说，目前来讲，我们看到情势也有可能是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危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